有人說，四國遍路就像是一幅徐徐展開的人生命卷。如果說高知縣的土佐國是考驗肉體與意志的修行道場，漫長的海岸線讓我們學會了在痛苦中沉靜，那麼當我們的腳步即將跨越縣境，踏入愛媛縣的伊予國時，這場朝聖便正式進入了第3個階段，象徵覺悟與智慧的菩提道場。清晨，我們從東素毛出發，大自然並沒有因為我們即將畢業而給予一絲寬容，迎接我們的是絲毫不給喘息機會的陡坡。才剛起步，就是一段長達 1.7 公里、垂直落差將近300公尺的劇烈爬升。在空氣稀薄的山道上，背負着幾公斤的重裝，重力仿佛變成了無形的枷鎖，壓得每一步都顯得無比沈重。這不僅僅是高度的挑戰，更是進入愛媛前大師給我們的最後一場震撼教育。看着隊伍裡有隊友的體力逐漸透支，步伐開始踉蹌，這時候夥伴再次展現了他的英雄本色。身為三鐵與 HYROX 國際體能賽等級的高手，他沒有半點猶豫，二話不說直接接過隊友沉重的背包。他就這樣一個人背負着前後2個巨大背包，在陡峭崎嶇的山道上一步一步面不改色地穩健前行。這份強大的體能與無私的守護，成了我們整支隊伍中最可靠的後盾，也成了今日遍路道上最令人動容的一幕。緩緩翻過幾座起伏的小丘，我們抵達了大生埔，正式進入橫跨高知與愛媛兩縣的百年山徑古道松尾卡。這是一段漫長而蜿蜒的山路，但沿途我們並不寂寞。路旁掛着許多當地小學生親手繪制的加油海報，稚嫩的筆觸歪歪斜斜地寫着加油，遍路者先生辛苦了。這些來自陌生孩子的單純善意，奇蹟般地分散了我們對爬升疲憊的注意力。當我們終於站在松尾卡的最高展望點時，回頭望去，素毛海岸的碧海藍天在眼前一覽無遺。那一刻，爬升的艱辛仿佛瞬間被迎面吹來的海風吹散。我們在這片壯麗的景色中，正式向高知告別，跨過那條隱形的邊界，腳步踏入了愛媛縣的伊本松地區。很神奇的是，山路一進入愛媛縣後，山勢立刻變得不再那麼陡峭，地形漸趨平緩。放眼望去，眼前出現了許多開闊的河谷平原。對於剛剛才越過一座山頭，雙腿緊繃的我們來說，眼前的平坦簡直感覺像是一馬平川的舒暢。在遍路者之間有這麼一種說法，由高知跨越山卡進入愛媛之後，你會發現陡峭的山勢放緩了，狹窄的山徑變寬了，連四周的植物都變得完全不一樣了。縱觀地理原因，這兩地被巨大的四國山地化分為完全不同的氣候帶。高知面向太平洋，常見亞熱帶與暖溫帶植物，而愛媛面向瀨戶內海與雨河海，落葉闊葉林或松樹的比例明顯變高。這正是用雙腳丈量世界才能發現的地理趣味。有趣的是，松尾卡愛媛端地登山口置放了許多提供給登山客使用的愛心登山杖，但更需要體力的防守方高之端反而沒看到，哈哈，或許是我眼拙吧。到了中午，原本預定在伊本松地區找一家餐廳用餐，結果抵達時，整個店家卻呈現一種好似沒在營業的鐵青狀態。大夥兒只好臨時決定轉戰 Lawson 門市。沒有桌椅，我們就席地而坐，這種隨遇而安、處事不驚的精神，正是遍路教給我們的處世智慧。而且經過這群老饕遍路那麼多天享用 Lawson 的經驗，我們一致推薦店裡販售的這款半熟蛋，吃起來帶着微微的鹹味，蛋黃濃郁，夥伴們都讚不絕口，絕對值得放進你的超商必吃清單。充飽電後繼續前行，途經一個寫着 Take a break 的羊圈，大夥兒童心大發，拔了路邊的草想要餵羊。原本羊只還慢條斯理的靠近，誰知道下一秒，他突然用那對堅硬的彎角狠狠撞擊護欄，砰的一聲巨響，頓時讓大家都嚇了一大跳，趕緊笑着逃跑。進入愛媛的愛南町後，沿途隨處可見結實累累的柚子與文旦樹，看着滿樹金黃，甚至落果滿地的景象，我們這群走了10幾公里的旅人，心裡都不禁嘀咕着，好想嘗嘗那種清香多汁的味道啊！但基於禮貌，我們也只能看着果樹流口水。就在這時，遍路道上的神秘緣分再次降臨了。路過一間鄉間小店，我們看着架上的柚子，正猶豫着要不要掏錢購買時，店裡的老闆夫婦竟然親切地主動走了出來。他們臉上掛着溫暖的笑容，二話不說，直接遞給了我們整整3包沉甸甸的柚子文旦，作為給我們的預接待。繼昨天那場卡拉 OK定食店老闆娘不可思議地開車狂追草莓預接待後，
今天的辯路道再次展現了他神奇的讀心術。你心裡渴望什麼？大師仿佛就在路途上為你準備什麼。這或許就是辯路道上最不可思議的心想事成的善緣法則吧。穿梭過重重田野與淳樸村落，在漫天盛開的櫻花簇擁下，我們終於抵達了今日的終點——第40號林場平城山藥師院觀自在寺。對於所有辯路者而言，觀自在寺在88所林場中具有極其特殊且崇高的戰略地位。西元807年，平城天皇敕願，弘法大師親手用1根林木雕刻了藥師如來、阿彌陀如來和11面觀音3尊佛像，創立了這座寺廟。它不僅是愛媛縣菩提道場的起點，更在地理位置上迎來了一個關鍵的里程碑。它是全四國88座林場中，在距離上離地番德島靈山寺最遠的一站。也因為這個原因，觀自在寺自古以來就被辯路者尊稱為後關口，意思是用雙腳跨過這一關，朝聖的行程就已經在四國地圖上完成了一個巨大飽滿的弧線。站在這裡，聽着古剎裡隨風搖曳的櫻花沙沙作響，我們的心境也隨之變得更加開闊。這一路走來，我們深刻體會到，四國辯路從來不是一場孤獨的馬拉松，而是一次又一次善意的交換。我們用雙腳虔誠地丈量土地，而這片土地上的人們，則用新鮮的果實、無私的幫助與燦爛的笑容，溫暖着我們疲憊的身心。帶着這份跨越現境的甘甜與感動，我們在高知與愛媛的交界處，找回了繼續前進的力量。菩提道場的序幕已經拉開，而我們的腳步將更加堅定。如果你也喜歡跟着我們的鏡頭，體驗這場有汗水、有神蹟、更有溫暖人情味的四國朝聖之旅，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，按讚並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是阿舍，我們明天愛媛縣的辯路道上見。